姐，你快看外面，林哥买了好多烟花，他这是买了烟花哄你开心，有点老土吧？好了，谢谢师傅。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信息没发出去。对不起。你不用道歉了。原来是信号不好，消息没发出来。但是为什么在医院你不说呀？那时候我心里有点乱，而且我心里真的偷偷干了坏事。什么坏事？我想过不给你发消息。滑雪时遇到有人脑部受伤，疑似脑出血，我跟去医院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就当我想让你担心，想知道你会不会担心。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就算是个陌生人受了伤，我也会担心，何况是你。我现在知道了，你甚至跑到医院去找我。对不起，我钻了牛角尖。而且我该确认一下微信有没有发出去。还有这个，你前天私吞的烟花，对，我刚刚去酒店拿的。
你前天晚上突然找我喂小鹿，放烟花，是不是因为那天回来后，叔叔阿姨给你讲了我家里的事？差不多吧。我现在才明白，对不起，原来我也有这么愚钝的时候。你干嘛一直道歉啊？你买那么多烟花干什么？想还我吗？不是，就是觉得自己犯的错有点大，空手上门不是很有底气，所以。不过这次要麻烦你回去拿下打火机。你等我。哎，姐，你等等。干嘛？干嘛？你怎么回事？这么快就原谅林哥了？都是误会。其实他给我发了微信的，估计是路上信号不好就没发出去。他忙着病患也没有注意到。那你看，他给我发了微信截图的。你看嘛，我就说你不用生那么大气嘛。啊。但是你现在问题更严重了。啊？你不生气就算了，但是你气都气了，怎么可以这么好哄呢？这样谈恋爱不行的，懂不懂？江蕊。我发现你好像一个狗头军师哦，没谈过恋爱的那种。没。怎么？但是我是男的呀，你这样不行。我告诉你，你赶紧找个茶菜去沏一会儿。我去哪里找？我帮你想想。哎呀，给我。我帮你想想。有了。你当时在医院外面质问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解释啊？害你爸爸生气了这么久，这也很严重的。他刚刚解释了一下，但是我好像的确不该这么快原谅他。哎，当然了。那打火机给你，快去继续生气，我会在楼上监督你的。好，你等着，加油，姐姐最棒。他手受伤，再也不能做手术了。那个时候的他，看着那些医生，是不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他说他心有点乱，是因为这个吗？这么多，我把老板推荐的都买了，想先放哪个？这个，快点，快点，快点！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they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怎么放起烟花来了？烟花也不会跑的，可以等我在的时候放。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r wherever you are, what
了，仙女棒。这个多少钱啊？不知道，一起打包的。2块钱买我一支吧。你买来做什么？打火机。表扬你，又有一个人因你所学而受益。谢谢。我没出息的姐姐啊！不过，你今天的确有不对劲和做的不好的地方，我都记在账上了。我争取是最后一次被激战，争取？保证。这还差不多。不过有一笔账，今天就可以平掉。什么？等我一下。江瑞，下来去吃火锅啦！现在还有火锅？有，我打电话问了。我马上就下来。我也没出息。回来了，病人怎么样了？有没有伤？之前西光妈妈打电话，怎么了？妈妈。其实之前我遇见了一件不好的事。什么事儿啊？你可以跟妈妈说。后来，我说服自己放下。我想我做到了。但是这2个月，我其实一直过得很割裂。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遵循内心的旨意，去靠近、接近。可是偶尔的一个闪念，偶尔夜深人静，却又会责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善忘？不过，今天一切发生了变化。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因此受到折磨。我已经彻底得到了修补。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可妈妈为你开心。而且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朋友在我们之间传话的时候，
或许我没说清楚的地方。之前有些逃避，没有再问过。我想，我需要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嗨，文森，你居然春节快乐！佳琪，你现在在哪儿？方便说话吗？我和朋友出国出海了。算了，你回国跟我说一声，我去找你，有事问你。急？重要？没事，不算急，也没那么重要了。开开心心的旅游，没想到搞成这样。凯文现在在 ICU，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人事说，明天就去公司调资料，联系凯文的爸妈。凯文的手机我也拿着了，要是他爸妈打电话来，能接就能通知了。但是我记得他爸妈出国了，这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回不来吧？你们明天按照原计划回上海吧。不用这么多人都耗在这，我留在这里照顾他。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对，我已经跟家里和宋总都打过招呼了，等凯文爸妈过来再说。后面还要转运到上海之类的，我也能帮忙跑跑腿。这不好吧？我们什么都不做吗？凯文在 ICU， 人多也没用，公司也不能一下缺那么多人，而且我也有照顾病人的经验。这次来长白山是我提议的，我多做一些是应该的。就这样，明天你们回上海，我收拾一下住县里来。赶紧吃了回去吧。箱子你们明天帮凯文带回去吧，这些东西我带到医院。我回去收拾一下我的东西。糟糕了，米娅，我真的很喜欢他。我早就看出来了，好不好？不一样。今天以前，我只是喜欢他的外表和能力，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发现他的底色是很善良，而且很有担当。我知道现在这个时代说人善良变得有点土，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最难得的品质。雨天湿了头发，晴天晒干被单，城市感觉孤单，没有人在交谈。你离开的日子，我也还没习惯。每个安静夜晚，你看，人家有男朋友陪着，还是大帅哥。
觉得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拉手，他们都每分钟黏在一起。哎，庄，我看到你学生姐姐的追求者了，她的滑行姿势好潇洒，看上去是个高手。什么追求者？你学生姐姐的。你好，请问有伞吗？谢谢。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手紧握着遗憾，抛向烟火灿烂。就算爱如此短暂，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你不再回来了。看起来就好好吃。冰箱里有的东西，顺便做一下。那冰箱里每天都长出菜来，你每天也会顺带做一下吗？可以。酒店的东西吃了，我跟着你们吃不合适。川哥，你也太厉害了！张阿姨不在的日子，我们也能吃上干净的新鲜饭菜了啊！酒店那么贵还不干净，我解释了还拉肚。嘴上自己有东西，我看看。你怎么把我俩公司的事情说出来？这都不能说。当然不能说啊，影响本仙女的形象。方哥早就知道了。我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大喊一声。你也写过。
来，你们上车吧。好，你们好。啊。 你们好，哎，好，今天就蹭你们车了。哎呦，哪儿的话，一起去天池顺路的事儿。哎，谢谢。行李都拿上了啊，我们看完天池就直接去机场了，那边叫了车来接我们。好，谢谢啊。哎，谢谢。客气。哎，走。好。你就不会想象一下？来吧，我们拍照吧，许愿。来，3、2、1，茄子。那边我们看到人多的地方呢，就是著名的温泉鸡蛋。大家想不想试一下？跟酒店提供的不一样。那我去买。去吧。嗯。哎，你凑什么热闹？你妈！哎，老婆。前几天早餐的时候还说不着急，多看看吧。你这怎么样？哎呀，那不是没看见小林冷静了，我今天看见小林，又觉得太好了，跟西光正般配。幸好啊，那时候我追你妈的时候没什么大帅哥，不然就没你了。爸，你不要妄自菲薄好不好？你长得也不错，你自我贬低我也管不着，但是关键人家都说我长得像你。那边还有鸭蛋卖，我们就都买了一些。啊，叔叔阿姨。阿姨，谢谢。西光，谢谢。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好呀。小林，你的滑雪教练的薪水结了没？结是结了，后来10倍还回去了。这是在告状呢。你给你薪水。你还拿回扣啊？哎呦，齁死了！我不是说你俩，我说这鸡蛋齁。各位，不好意思啊，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得去坐车了。好，行，好，那咱们继续出发吧。走。好。哪儿都没有自己的国家好。老骆，退休后我还是想回来。听你的，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一路平安。谢谢。西光，有空带你妈妈来瑞士玩，我全程招待。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谢谢阿姨。妈，你这是想跳过我？你要是不努力，我也没办法。欢迎大家都来玩。对，欢迎大家随时到瑞士来玩。那我们走了，叔叔阿姨，再见。江瑞，下次我们再约。下次我肯定就赢你了。那你让你姐姐别取名叫西光杯。哎呀，林教练，你快上车吧，再见再见。行了，我们走吧。再见。我们走了，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呀，明天我们也要走了，今天晚上干点啥？鬼许店也不早了，在哪儿随便逛逛，晚上也要收拾行李。我和我妈他们下午去雾凇漂流了，很好玩。你好像一直跟着我们滑雪，都没去啊？我妈和陆叔去过了，我可以下次去。庄经理，林总，我过来问问病人情况。我也是。谢谢你，林总。应该的，我毕竟曾经是个医生。
我赶飞机，先走了。一路平安。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白雪一片片落地，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爱在眼底，多么希望和你。我生气没柴油，艺术创作。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就是虽然你很可恶，但是这些小雪人们很可惜，只能留在长白山了。没事，你把捏雪人的人带回去了。这次见了你妈妈，她身体怎么样啊？妈妈气色很好，就是一直念叨着自己胖了。胖一点好，以前她就是太瘦了，还老要追求腰围不超过1.8尺，这怎么能行呢？我也这么说的，不过她不太满意，还一直琢磨着要怎么瘦回去。这你得好好管管。我是一点都管不了她。也是，她那个脾气，谁管得了啊？啊，雨森呐，明天你就要到苏州去上班了，我就不留你了。平时有空多回来陪老头子吃吃饭。下月的宴会，记得来参加。肯定不会忘。外公、玉树，我先走了。好，路上慢点。嗯。查清楚了，源头是博凯媳妇那边，他的亲戚在长白山遇到了胃癌，想法子传到你耳朵里。我就猜到了。哎，这么多年了，办事一点长进都没有啊，就会使那么一点小伎俩。唯爱离家这么多年了，还在忌惮他，到我这儿来上眼药，恨不得我死了，1分钱都不分给唯爱。也许他们是想让您知道唯爱平安的消息。这话你自己说了都不信。唯爱我有多久没见了？我都记不清了。
一晃，雨森都长这么大了，他何其心狠呐！对老妇，对幼子。在薇儿的心里，最怪的恐怕还是他自己。他要是恨您，不会让雨森一直与您往来。我自己待会儿。前几天您受了刺激，心悸发作，还是早一点回屋吧。还有下个月初的宴会，您看是不是少请一些人？我担心对您身体是一个负担。没事儿，按原来的安排。我的身体，我有数。那宴会上，您还是带着星杰出席？有时候，身居高位，你才能看清人性的底色。当他觉得胜券在握，表现出来的才是真实的样子。大姐回国的事儿，是你传到爸耳朵里的，简直多此一举。爸已经决定培养邢杰做接班人了，你还做那些小动作干什么？难道你以为还能瞒过爸？要是你有出息，早20年我就不用做那些小动作了。女人要做小动作，还不是因为男人没用？不可理喻。你去哪儿？这年还没过完，你就忍不住了？聂成远来上海了。我去找聂成远。怎么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别提了，家里头的事儿。我听说老爷子最近一直把邢杰带在身边，亲自教导。我还以为你人逢喜事精神爽呢。本来就是铁板钉钉了。要说非要横生枝节，做些多余的事儿，说他几句就朝我摆个臭脸。要不是他娘家兄弟还有点用啊！啊，你呢？年还没过完，跑来上海做什么呀？在无锡待腻了，带人来上海逛逛。他们在商场逛着，我不耐烦跟着。初恋哪个？你这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黏糊啊？回头我家老爷子寿宴，你不会带他去吧？我还没那么糊涂。那就好，不然姚叔要说我净叫些狐朋狗友。哎，哼，我跟你一起赚钱的时候，他怎么不说？现在是摆上继承人母亲的架子了。弄不清楚，他和江云关系也一般。我听说这次宴会请的人很多。老爷子一向低调，这么大张旗鼓的，是要把邢杰继承人的身份公开了？我听说老爷子最近一直把邢杰带在身边，亲自教导。我还以为你人逢喜事精神爽呢。本来就是铁板钉钉了，姚叔非要横生枝节，做些多余的事儿。我听说这次宴会请的人很多。老爷子一向低调，这么大张旗鼓的，是要把邢杰继承人的身份公开了？大差不差。煎熬的日子总算到头了。去年我真是焦头烂额呀！老爷子突然查账，把陈年老账都翻出来了，上上下下一片人心惶惶。莫东的事件我跟你提过吧？都去双阳好几年了，也被牵连了出来，后来直接进去了。这档口啊，我也不敢冒他。好事，老爷子反腐风暴，以后邢杰接手，正好亲老师见。自己人都进去了，不说了。双远的事情，你到底怎么想的？
2期扩建款一直不到账，老爷子因为这事儿对你印象不太好，全靠兄弟给你顶着。哎，前阵子资金实在是太紧张了吧，我这边再缓口气。哎，你们新派的副总不是已经把资金的问题解决了吗？在如今光伏这情况下，能弄到钱，这人倒是有几分本事。你笑什么？听着你好像不知道新派的副总是谁。谁呀？我的大外甥。林宇森，他去了双远，10月份就去了。你对双远也太不关心了。我没关注这级别的人事调动，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你这么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呢？他自请去的苏州，离开了集团，这不是好事啊。自请去的？你跟我的外甥到底有什么牵连？上次问你又不说。有什么事情可别瞒着我。哼，我跟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牵连？我就是接连坏了我们的合作，有点注意到他了。喝酒，喝酒。盛远之前派了一个副总到双远，我没太注意是谁。你去打听一下，这个副总的能力怎么样？还有，个人生活作风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事？好的，倪总，等您没上班，我马上去查。等什么上班？立刻给我查。是。哎。陈远，我们逛完了，等你来吃饭啊。不吃了，直接回无锡。聂叔叔好。我真想跟你说，要不要回家吃？过年在外面吃多了，回家吃顿简单的最舒服。我给你下碗面，煎个荷包蛋，弄点青菜。不过你回家不能立刻躺着，我给你买了一大堆衣服鞋子，你得乖乖都试了。无锡也不是没有这些牌子，做什么在上海买啊？搞这么麻烦。无锡的货没有上海多嘛，我想帮你多挑挑啊。你过完年就得大会小会、大宴小宴的，后面不是还要来参加盛老爷子的寿宴吗？上海人最讲究派头了，咱们的衣服鞋子都得是最新款。啊，对了，聂远还给你买了新年礼物呢。是用他自己赚的钱。他自己赚的？对啊，他跟着朋友学投资做生意，赚了点小钱，一直说要谢谢你呢，说是跟你接触多了才开了窍，学到了点皮毛。你跟的哪个朋友？做什么生意？苏州的一个朋友，他家里开厂的，他自己开了个买手店，我投了几万到他店里，每个月分我好几千呢。女孩子开小店蛮好的，不过你小打小闹赚点钱不容易，别乱花。我什么东西都有啊。这些朋友要不是聂叔叔的关系，我根本认识不了，所以肯定要谢谢叔叔你的。孩子的一片心意，就别推三阻四的了啊！这袖扣是我跟他一起选的，回头寿宴一定带上。从聂远这件事情，我才知道，你平时那么重视经营人际关系是多么的重要。
很多赚钱的法子，不是跟你们一个层次的人根本不会知道。程远，以后要是有机会，多带带念远，让他长长见识，多认识点人。怎么，念远想跟我一起去盛老爷子的寿宴？我不想。我就这么一说，哪有这个意思啊？从小到大，就是你心眼多。不过啊，幸亏你心眼多，不然怎么能发这么大财呀？你给我买的这些东西，上次给你打的钱是不是都花光了？不要紧的，我本来也花不了什么钱。回头我再给你打一笔，你也给念远一些。朋友开店掏个几万块钱入股，算什么样子？小家子气，丢了我的脸。你说的也是，念远啊，他乖得很，不敢在外面打你的旗号的。春节快乐！抱歉我来晚了。过年好。我过年的时候去长白山了，带了一些特产小零食给大家。你去那么远的地方过年啊？我跟家人一起去的。拜拜。好玩吗那边？挺好玩的，就是特别冷，零下20几度吧。哎，怎么说，小聂？林总对方案怎么看？我年前就把2个方案给林总了，对比了优缺点，他十分赞成我们挑战一下难度，建一个示范性的 BIPV 建筑。林总真有眼光。不过我们之前的设计方案主要是为了估预算，比较粗糙。接下来就得先把主体建筑的设计稿修改确定下来。麻烦花总你们也同步出一个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方案，我们好做一个详尽精准的预算。预算？万一精准的预算又贵了一点儿，老板不会看了之后吓跑了吧？我们林总还不至于那么胆小，而且我也会和大家一起把控成本的，把价格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那就好。你放心吧，林总高瞻远瞩，看到了 BIPV 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会因为一点困难就却步的。而且他说了，虽然BIPV 的爆发期不知道何时到来，但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管前景在哪儿，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起来。我还说了什么？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你以前开会说过，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还要关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我一琢磨，我们成天说什么西北战略，那中东也是到处沙漠，日照强烈，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我这叫举一反三，归纳总结。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安到你头上，你难道不满意啊？你这叫画饼。我这叫调动积极性，鼓舞士气。资金方面呢，我过年的时候请教了一下老妈，她给我提供了几种思路，我决定都跑一跑，问一问。还麻烦林总帮我和后勤采购部还有财务部的老大们打个招呼。好，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说。不行，你现在就说。你有拖延症，你之前说要借我书，到现在还没影呢。那是因为书都在上海，我这次才带过来。好，我现在打。喂，陈总，
关于厂区的光伏花园，喂，童总，喂，吴总，任务完成。这就对了嘛，干嘛一会儿打呢？2分钟的事儿。谢谢老板，那我先去工作了。这么客气，不用送的。您看看外面，难道你不知道今天下午有部门主管会议？他们刚刚接电话的时候不会都在一起吧？那我就不知道了。啊，还好还好。今天是新年的第1个工作日，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又长1岁了啊！过去的1年里，大家都不容易啊，但幸运的是，我们双远并没有倒下，依旧逆着风往前走。公司2期厂房的工程进度也比想象中更加顺利。丁总，3月底可以竣工验收了吧？是的，土建已经在收尾阶段了，很快就能进入验收流程。设备方面呢？上午我们刚和设备供应商确认过，设备也能按时进场。那情况理想的话，调试生产线后5月新的厂区就能够投产。要有信心，今年的国内市场，尤其是西北电站项目，依旧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以及我们的品牌战略，还是要坚定地推行下去。你就不能把书带到公司吗？还要我亲自上门来拿？我带了很多书过来，你不要挑选一下。我是不是该制定一个规则，一次只能借2本，看完了再过来借？那我去苏州图书馆好了，人家都没有你这么小气。你买了这么多书啊？其实买了更多，不过品质良莠不齐，这些都是我挑选过的。你全都看过啊？我看书快，大致翻阅了一下。还有光伏企业家的自传。难免有修饰的成分，不过他们都是上个浪潮中脱颖而出的胜者。看看对过去10几年光伏的起起伏伏，可以有更直观的了解。映照他们如今的状况，也有许多值得思索的地方。我帮你搬到桌子上，地上凉。啊，不要不要，有地暖，没事的。我喜欢坐在地上，舒服。那你慢慢挑，我去厨房看看。我不吃饭，过年我都吃胖了。哪里来饭？陈阿姨还没来。苏州图书馆，一次也只能借5本吧？你再说，我跟盛阿姨告状了，最后一天我可是加了她微信的。怪不得我觉得你年后嚣张凌厉，原来是有了靠山。嚣张？我有吗？有，不过我觉得不错，请继续保持。那是你的错觉，我文明温柔讲道理才不嚣张。既然你不舍得多借，那我就先拿这几本吧。为什么你书房一直放着一碗黄豆啊？上次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有深意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想象力不错，
是用来做复健的，锻炼手的准确度和灵活性。啊，你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手部动作，也是复健。你是说这些动作吗？对。复健据说都会很疼。现在不疼，一开始很疼，有时候会生理性流泪。你这是早餐吗？啊，算了，你不要说我白拿你的书。等一下，我请你去吃上次那家馄饨吧。现在，你不是说要节食？我变卦了，毕竟最近又是动脑又是动腿的，还是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哎呀，走啦。我来拿吧。不要你。正常生活没问题。你忘了，我还接过某个从天而降的人。好吧。对了，过年前你说要请我和应届雨花吃大餐，还算数吗？当然算，周6。可以啊。你怎么才请我吃饭就要收巨额利息？那会儿你自己说的。那你明天请我吃什么？你是要先在我这里吃回本吗？如果确定还是这家施工的话，谈个合适的账期应该不是难事。谢谢吴总，我们现在还在设计阶段，我就是先找您来了解一下情况，等后面方案定下了，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向您请教呢。你尽管问，别怕麻烦。你毕竟是从我们财务部出去的，现在这么受重用，我也高兴，肯定尽力。谢谢吴总。林总明天晚上请我们吃哪家呀？不知道，你挑贵的。懂了，那今天到我们宿舍吃菜叶子吧，提前节食。爸，喜光，马上元宵节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无锡？我去接你，一起吃个饭。我这周不回无锡，我跟妈妈说过了。过节你不回来？妈妈说她有点别的事情，而且我刚好约了同事周6晚上吃饭。什么同事？公司同事啊，不然还能有什么同事？叶总，双远空降的副总经理叫林宇森，之前是盛远投资拓展部的经理，10月份到双远的。他上任后锐意进取，工作上口碑不错，不过在个人风评方面褒贬不一。据说他刚上任不久就调了一个财务部的女员工到自己手下，还曾经一起出过差，有办公室恋情的嫌疑。那个女员工我们确定过了。
他姓聂。行，你不回来，我去苏州找你。明天中午，中午我有个饭局，下午我去你公司接你。哦，好。那就这样。什么事这么急？居然来苏州找我？这家，还是这家？火锅这家评分很高，但是雨华一个成都人，他说他不吃辣，离谱。粤菜这家评价也不错，环境也好，吃完还可以逛逛。我和雨华一致选粤菜啦。我到你公司门口了。最近工作顺利吗？还行。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的上司是林宇森，而且还被他从财务部调到他手下？你也没问过。我去年工作太忙，没顾上这些。我前几天才听说的。我还听说一些不好的传言，是真的吗？你不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很莫名其妙吗？有什么不好的传言？你说清楚啊！这个林，是不是林宇森？你晚上跟他吃饭，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吗？这可不行，你赶紧跟他分手，我马上把你调到别的公司去。首先，你不要乱动我的手机。我跟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喜欢这么被命令。什么你的事我的事？你是我的女儿，我的独生女儿。我抚养权归妈妈。我知道你气我，可是你是我女儿，我难道还能害你吗？你现在年纪还小，不知道人心险恶，多少人盯着你的身家财产。你什么意思啊？喜欢我的人都是因为钱？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你多虑了，林宇森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他自己就很有钱。他有钱？他有什么钱？他只是盛先民的外孙，没有继承权的。他以前是很有名的外科医生，现在他起码也是公司的高层，没有继承权又怎么样呢？那钱够用就可以了呀。林宇森也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他不是野心勃勃的人，哼！他们盛家的子孙就没有一个不是野心勃勃的，只不过有的没能力，有的没那个命。林宇森没有那个命，但是你有。他在盛远这1年多，不知道给我下了多少绊子，年纪轻轻就能让我吃暗亏。希光，你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你只会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我在商场这么多年，看人难道还会有错？他这个人外表冷酷，笑里藏刀，10个你都不是他半个对手。你以为他在苏州就心甘情愿？他是以退为进，伺机而动，现在还找上你当跳板，也是我疏忽了。我只知道他离开盛源总部，没太注意他的动向。不对，希光，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哎呀，行了，你的中心思想不就是人家看上的不是我，而是你的财产吗？你到底是在诋毁林宇森，还是贬低我呀？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人家真的是因为你的财富看上了我，那不是比看上我的外表、性格，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更加牢不可破吗？毕竟爸爸你银行里的钱才是万岁万万岁。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我不想伤害你。他追过念媛，前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于总的宴会你也去了，不过你发脾气早走了，还记得吗？他当时是陪盛先民去的，宴会后他跟别人说他对念媛有好感，念媛知道后就邀请他来无锡赏梅，结果他开车过来的路上就出了车祸。这些事情要不是念媛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西瓜，你现在看明白了吧？他就是看上我们家能给他带来好处。马念媛他只是我一个比较熟悉的小辈，他都趋之若鹜，更何况是你？你是我亲生的宝贝女儿。我不信。小姐，到了。小姐，到地方了。啊。给，谢谢。不是说我去接你们，怎么自己跑过来了？难道提前要去餐厅踩点？餐厅现在可能还没开门，但我们可以先过去，在附近逛逛。林医生，我有事情想问你。什么事？我刚刚去见了我爸，他说你聂总，他来苏州了。他说什么？你认识马念媛？这人是谁啊？你果然不认识。但是爸爸何必撒这种一戳就破的谎？同样的，林宇森也不会做这种无用的欺骗。到底是哪里不对呢？聂总说我认识。这倒奇怪了。是很奇怪。
我爸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吧？您是指略有耳闻。所以，马念媛算是我爸的干女儿。我爸说，你们在前年冬天于总的宴会上认识，然后他邀请你去无锡赏梅。你说什么？叫我去无锡的不是你？怎么会是我？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啊。2年前1月份，我们在于总宴会上见过，我和外公一起去的。你仔细想想，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有吗？原来是这样。你回国了吗？现在在哪里？我马上去找你。跟我来。去哪里啊？宋江。出来。兰森，你过来通知我，早上小的扫踏小一点。邵佳琪，西光，你怎么跟雨森在一起？邵佳琪，2年前我车祸前，你是不是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去无锡？怎么又提这件事？我对不起你一辈子，我知道。那天你在电话里对我说的话，再重复一遍。天哪，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我早知道那女人是这么没品的人，我根本不会给她牵线的。我已经跟她断绝往来了。我告诉她你路上出了车祸，她居然看都不去看一眼。行了。你只要把你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复述一遍。我哪里还记得？那好，我复述，你确认我说的对不对？那天我刚做完一个大手术，你打电话跟我说，来无锡呗，我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我说，你还有这闲心？谢了，大可不必。是不是这样？兄弟，你记性太好了，是这样没错。不是我记性好。车祸后，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把这些话想了无数遍。然后你说，上周你不是参加我老妈的 party 吗？人家美女对你一见钟情，今天碰到她，她主动提及你，想要你到无锡赏梅呢。这美女不骗你，叶成远的女儿。那时候不是才回国吗？那女的装得可怜兮兮的，我就被她误导了，以为那是聂叔叔私生女。
最近才知道真相，我一直犹豫，要不要跟你再提这件事。哦对，你们怎么会搞一块儿去？你不会远约你的是聂希光吧？不是，你不会对人家打击报复了吧？ 我送你回去。对不起，以前没关系。我可能需要自己待一会儿。 那一点乌云密布，那点弯弯曲的路，走走停停，数不胜数，爱才不那么仓促。昨天下的雨停了吧？今天暖阳正浓，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 想试着在你身后，再错过，再等多久，只因你而心动。是穿过了人海匆匆，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轻轻拥，想守住你温柔笑容。 是越过了阻碍重重，此刻
过就是场梦而已。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身边有我陪着你。